Hello， 大家好，在这个视频中呢，我将给你推荐10款流行的副文本编辑器。所谓副文本编辑器，也就是说我们在网页中可见即所得的这种编辑器，它是我们 Web 开发中一个非常常用的组件。我们在做一些博客的项目、论坛的项目，或者呢发表一些文章以及其他的内容系统的时候，那么一定会用到副文本的编辑器。我们在写代码的时候呢，一般而言，这个文本编辑器我们会使用一个 text-aware 这样的一个标签去实现。当你在使用像 WordPress 或者是 Typetro 以及其他的博客系统的时候呢，在他们的后台也会看到这样的一个界面。那么工具栏其实大都是类似的，像设置标题、粗体、斜体、下划线以及颜色，还有代码块、表格、上传图片、居中居右以及有序和无序列表等等等等。我们来看一下都有哪些。那么第一个我要向你推荐的是 TinyMCE 这款编辑器，它的界面呢大概长这个样子。它呢是一个开源的，我们点到它的网站里面，这个是它的 GitHub 主页。TinyMCE 呢是一个轻量级的基于浏览器的所见即所得编辑器，它是由 JavaScript 编写的，对 IE6 和 Firefox 呢都有非常好的一个支持。它的功能方面呢称不上是最强的，我们来打开它的这个站点。像这样的编辑器呢，一般而言能够满足我们大部分的网站需求，它的配置呢也是很灵活而且简单的。那么这款编辑器的开源协议呢是 LGPL， 也就是 GNU 这个协议的一个简称，所以意味着我们可以将这个编辑器用于商用。它呢有3种模式，我们进来的时候呢，默认是一个这种比较通用的模式。那这种模式呢是我们最常用的，比如说我将这一行呢给它颜色改掉，我们可以点击 Color， 然后呢将它的颜色修改掉。当然呢你可以给它加背景色，这种操作呢我相信你可能比我更熟悉。修改一下它的字体大小，还有上传图片以及加一个链接等等的操作。那右边呢这有一个内联的这种模式，它呢是指我这个工具栏就不显示了，当我们在编辑的时候，在这个地方双击，它就会弹出来。我们在这个时候呢就可以修改它的居中居右以及颜色等等的属性。而右边的这个模式呢，它会显得更加的精简，我们双击之后呢比刚才那个工具栏的东西更少一些。当然呢这些工具栏其实都是可以配置的。因为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10款流行的副文本编辑器，而我教你的呢是学习如何使用任意的一款副文本编辑器，而不是使用一款。针对第一个编辑器，我带着大家来学习一下，那我们应该如何去使用这些组件呢？一般而言呢，我们要找到它的一个文档，然后按照文档去走就行了。所有的组件呢使用大概都是类似的，我们点击 Document， 那这里呢有一个例子，当然呢我可以带着你去写一个例子。我们来打开 CodePen， 我来创建一个新的这个演示，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 TinyMCE 的一个文档，我们可以点击这里面的 Try Quick Start， 然后呢第一步我们需要引入这个组件，对吧？我们引入一下 TinyMCE 就可以了。实际上呢在这边我是可以直接加入一个 TinyMCE， 那加入这个就可以了，它会帮我们去加这个 JS 文件保存。如果你使用 HTML 的话呢，将这个 script 放在你的 head 标签里面也是可以的，一样的效果。然后呢我们加一下 body 里面的这个元素，我们将它写在 HTML 的部分。那这个时候呢这边就会有一个预览，我们加了它的组件，写了 HTML 的代码，然后呢就要使用它。如何使用呢？使用非常简单，我们只需要将这个 script 拿过来就可以了。那你会发现它变成了一个副文本编辑器的样子，对吧？当然呢更多的配置我没有进行设置，我们呢可以在这个地方去写一个 button， 而这个 button 干嘛呢？它呢去获取编辑器里面的内容，获取编辑器内容，我们给它加一个 onClick 这样的一个事件，比如说 show content。 那么在这边呢要写一个 function。一般而言呢，当我们点击这个按钮的时候，就要在这个 function 里面写一段代码去获取这个编辑器里面的内容。那么你可以获取它的文本，也可以呢获取它的 HTML 代码。如果我们要获取 HTML 代码的话呢，那么这个编辑器应该给我们提供一个 API， 对吧？这个 API 呢我找了一下，在它官网里面好像是没有找到的。所以当你在使用一个编辑器或者其他的组件的时候，我相信你也会遇到类似的问题。既然找不到我要取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在 Google 上去搜索，
因为即便我在这个视频中告诉你使用哪一个 API 的函数去调用，你今天记住了，在未来的编程路上呢，同样会遇到更多的问题。所以呢，我要教给你的是如何去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那么既然要搜索，我们在 Google 上要搜什么关键词呢？我们要使用 TinyMCE 获取它编辑器的内容，我们只需要搜 TinyMCE get content。回车。那这个时候呢 Google 就会出现很多的答案。一般而言呢，我会选择较新的或者是它官网里面的文档。比如说我们点击官网里面的文档，因为这个是和它当前的这个版本相对应的。当然呢，我们可以在 Stack Overflow 里面去看，都是可以的。我们跳转过来，那这个地方呢处于 TinyMCE 的一个 API reference， 也就是它的一个 API 操作。里面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 TinyMCE.editor 这样的一个类。我们往下翻呢，它有很多的方法。那你在它的 method 区域中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叫 get content。那有人说我英文不好，看不懂这是什么意思。那你有两种方式，一种呢是你右击在这个地方点击翻译成中文去查阅。那还有一种方式呢是看我之前的视频，我有一个视频讲了 Chrome 里面可以装一个翻译的插件，然后呢我们选中这段文本将它翻译一下。也就是说这个方法呢是可以帮助我们去返回编辑器的内容。怎么使用呢？点击它，这里面就会有一个例子，我们只需要将这一段给它拿过来就可以了。在这个地方呢，我输一下 alert 将它弹出吧。那实际上可能并不是这么用的。这个时候这里面已经输入了一行 hello world， 我们点击这个按钮，那你会发现它弹出了一个 P 这样的一个标签。因为呢在这段编辑器中 HTML 代码就会有这种 P 标签的存在，它是一个正常的，确定。那么关于这个编辑器更多的内容呢，我希望你可以去阅读它的文档。因为呢有很多的设置，比如说你如何去自定义你的工具栏，那这个工具栏呢它也可以支持中文，如何去支持呢？这文档里面写的都是非常的详细，以及它的上传图片怎么做。而这些内容呢，我相信你去看这些 examples 以及它的具体文档都是可以看明白的。我在这个视频中告诉你的是有多少种选择，你到底喜欢哪一个，我提供这样的一个媒介给你，仅此而已。如果你在使用过程中遇到什么问题的话呢，当然也欢迎你去反馈。我们再来看第二个编辑器。第二款叫 CK Editor， 它呢是一款功能强大的开源编辑器，那它呢也是非常漂亮的。我们来点开它的 GitHub 主页。今天我要给大家讲的呢是 CK Editor 5， 也就是它最新的一个版本。因为过去呢它有一个第4个版本，我们来看一下它大概长这个样子。而目前这个仓库呢并不是它的源码包，它这里面说了这个包不包含源代码。再往下呢是它的一个快速入门以及如何使用的东西。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官网里面有预览。进来之后呢，我们往下翻，这里面有 CK Editor 4， 还有它的5的版本。我们点击这个版本，这是一个新的版本，这个就是它的一个界面。那界面看起来我认为是非常漂亮的，非常符合现代的 Web 审美。我们来尝试在这里面加粗，添加一张图片。那它呢会将图片上传到他们自己的服务器。当然呢，这个如何去上传你可以去修改的。这工具栏里面的东西呢也是可以修改的。它呢也会有非常多的模式，我们点击过来看一下。这边也是同样的，对吧？内联的这种模式，这个呢也是内联的一种模式。我觉得和前面这个可能没有太大的差别。这边呢是一个 document， 这个看起来就非常像网页版的一个 Word 编辑器。如果你使用过像石墨或者是腾讯文档这样的文档工具的话呢，你会发现它们长得还是挺像的。这里面可以修改一下它的背景色以及其他的内容。如果你喜欢这款编辑器的话呢，也可以在它的官方文档里面点击这个 document 去查看它的文档。那么它们使用方式呢和上一款其实都是类似的。一般而言呢，我们首先肯定是要引入这个文件。那引入的方式呢，也可以使用 npm 或者 cdn 的方式。也可以呢将这个 zip 包下载到你本地，然后呢你从本地去引入都是可以的。引入完之后呢，我们需要创建一个容器，比如说是一个 text array， 给它一个 name 或者 id， 让这个编辑器呢可以取到它，创建一个这个编辑器的对象，然后去做一些配置就可以使用了。其他的呢我就不多说了，喜欢的话就一定要尝试。我们再来看第3款编辑器，这款编辑器呢叫 Medium Editor。
Medium 是一个非常大的博客平台，我不知道你是否听过，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呢点击进去。它是国外非常流行的一个流量特别大的发布文章的这种平台，它也支持我们将自己的博客或者域名呢绑定在它这个平台上，然后呢它会提供一种编辑器，这个编辑器的样子呢就会长这个样子。我们来看看，它非常的简洁。那如何使用呢？你看到好像就只有几个工具栏，其实呢这几个东西都是可以隐藏掉的。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只需要点击这个元素，它自动会跳转到相应的位置。当我们点击加粗呢，它就会加粗。当然呢，可以在这个地方去设置一个链接，比如说 https://me 回撤。那这里面呢会有一个超链接，我们可以点击这个地方去跳转。当然呢，还有其他的一些设置。这个工具栏呢就显得非常的简单，你可以将它设置的很复杂。这里面呢有一个比较全的 demo。跳转过去之后呢，你可以看到这就像是在浏览一篇文章，我们可以在双击的时候呢去编辑它们。当然呢，这边有很多的主题提供你选择，比如说我们选择 Bootstrap， 那这个样式呢就会变成这个样子。如果你特别崇尚于简洁的话呢，你可以试试这款编辑器，它呢是纯 JS 实现的，不依赖其他的 JS 库。压缩之后呢，大概只有 28K， 它能够兼容 IE9 以上的浏览器。在 GitHub 呢也非常的受欢迎，你可以看到它有超过1万个 star。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第4款呢叫 Simulate。 我们来打开看一下，这款编辑器呢实际上是 Tower 这款软件，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用过这个协作的软件，在国内是一个非常流行的软件，我们公司其实也在用。我们来点击看一下，它呢将它自己的编辑器开源出来，那提供给大家使用。他们的团队呢叫彩橙设计，功能非常精简，速度呢也很快，它可以支持一个格式化的标准 HTML。 我们在使用它这个功能的时候呢，会有一种非常棒的用户体验。我们要加粗这个，点击这个 B， 其实你在 Windows 上摁 Ctrl 加 B， 你在 macOS 上呢摁 Command 加 B 也是可以将它切换的。这个一般而言在任何编辑器里面都会做这一点，也就是快捷键嘛。比如说我斜体，那我就摁 Command 加 I。那这款编辑器呢，除了这些基本的功能之外呢，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就是它提供了一个插件，我们来点击它的扩展。那这个插件呢，可以支持我们去做这个 at 的功能，你可以看到是这个插件。如果你在做论坛的这种产品的时候呢，你可能在回复的时候需要 at 别人，那么用这个东西呢就会非常的方便。同时呢，你看它有 Markdown 的支持、自动保存以及 emoji 表情，还有 checked list 的其他的扩展。我觉得这个软件呢做的是非常的良心了，想要尝试的话呢，就可以在它的地址里面去尝试一下。我们再来看下一个，第5个我要推荐给你呢叫 Summer Note。 这款软件呢在早期的时候其实是为 Bootstrap 可视化的 HTML 编辑器做了一个适配。我是怎么发现它的呢？我在使用一些开源的 Bootstrap 的后台的时候呢，几乎大家都会用到它，因为就像它自己所说的，更简单更好用。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官网，它是长这个样子的。实际上呢，我在设计一个博客系统叫 Tire， 我也使用了这个编辑器，我觉得呢是比较简单的这一款。当然呢，和我的那个配色主题呢都是非常搭的。我们来尝试在这里面编辑一些文字。首先呢，将这个字体给它放大一点，我们再 header 1，然后呢将它居中。当然呢，可以点击全屏，然后呢我们去加一个表格，比如说3列4行这样的一个表格，随便呢可以在里面输入一些文字，对吧？非全屏，那这种方式呢也是非常方便的。如何使用它呢？也可以点击它的 Get Start。 使用的方式呢和前面所说的都相差无几，都是类似的，你可以试一试。至于我如何去选择这些东西呢？首先就是看颜值，颜值不错的情况下，看它大小以及它是不是流行。在这几个要求之间呢，我去做一个权衡，然后找到自己喜欢的就可以了。我们再来看下一个，第6个我要向你推荐的呢是中国人编写的一个叫 OneEdit。 我们来看看它呢同样是 MIT 的开源协议，也就是说大家可以随意的使用。我们来点击它的官网，这款编辑器呢其实我是觉得作者也是非常良心的。那么它的 star 呢也是超过了5000个，它是基于 JavaScript 和 CSS 开发的副文本编辑器，非常的轻量简洁并且好用。这个配色呢我觉得也是非常棒的，比如说我们在这里面去添加一些代码，这个地方可以插入一些代码，那我写一段 Java 的代码 public
static void main system 点 out 点 println hello world 插入，那会有这样的一个效果。当然呢，做的可能并不是特别的好，因为对于用户体验非常追求的人呢，在这个插入代码的时候呢，应该可以选择编程语言的一个种类。这一点呢，我们就不强求了，因为面向大众的话呢，可能并不是所有人都会使用代码。后面呢，也要对代码做一个高亮。下面再写一个王爵的技术小黑屋，然后呢，将它加粗。这里面可以设置标题，对吧？设置2号标题，然后居中对齐。那这款编辑器呢是完全中文的，并且呢作者也写了非常多深入 JavaScript 的一些文章，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看一看。我曾经看过他写了一篇文章，是说为什么要设计这个王 Editor， 并且呢他一直也在维护这款软件，所以呢我是非常推荐这款软件的。如果你喜欢中文的软件的话，一定要试试它。我们再来看下一个，第7个我要向你推荐的是一个老牌的可视化编辑器，它叫 Kind Editor。实际上除了 Kind Editor 呢，还有百度的 U Editor。当然呢，百度确实挺多人都比较恶心的，它那款软件呢，我曾经也使用过，两个长得差不多，所以呢，使用一个就够了。如果你开发一些政府的系统，要求兼容性比较好的话呢，那选择这一款就是非常棒的。它可以兼容 IE、Firefox、Chrome、Safari、Opera 等主流的浏览器，并且呢，它可以无缝的和我们的 Java、PHP、.NET、ASP 这些程序相结合。它最适合的是在一些 CMS 商城、论坛、博客以及电子邮件这些应用上去使用。这个软件呢，从2006年已经在 Web 的市场里面占有了非常大的使用率，在国内呢也非常的受欢迎。当然呢，颜值像这个样子的并不止它一款，因为它比较流行嘛。比如说下面的这一款也是这种，我感觉是 Web 2.0 这种风格吧。如果你喜欢的话呢，也可以试试这款软件。我们再来看第8个。Daft.js 这个软件呢是 Facebook 开源的，它呢是为 React 去开源的一个副文本编辑器。当然呢，如果你不使用 React 的话呢，你可以快进这一段了，因为呢它并不是一个开箱即用的副文本编辑器，它提供了一些非常丰富的 API， 使用起来呢和前面都是差不多的。我们在这边打 Hello World， 然后呢可以设置 H1、H2、H3、H4。当你要点击它的 document 的话呢，你会发现在使用它的时候呢，你就必须使用 React 了，因为它们的兼容是非常好的，并且呢它的功能特性也非常的多，可以在这里面看到。那使用的方式呢是这个样子。我们再来看下一个，第9个我要给你推荐的是这个单词我也不会读，我们来看一下。那我们能看到它的 star 数呢是2400多个，并且呢它在3天前还在更新，也就是这是一个持续维护的项目。它说的这些特性呢，其实我觉得看不看都无所谓了，一般直接点到官网里面去看。在官网中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个轻量级的可以定制的这种所见即所得的编辑器，它设计非常漂亮，并且呢可以生成语义化的代码，有非常强大的 API。 我们可以点击 Get Started 去使用它，也可以看一些 demo。 那这是它首页的一个 demo， 那我觉得还是挺漂亮的，有这种扁平化的感觉。点击这个呢可以看它的源代码，下面呢还有它的一些特性。它生成的代码呢对 HTML5 做了一个优化，它兼容了 IE9、Chrome 和其他的浏览器。他说其他的这种可见即所得的这种编辑器呢都大于 45KB， 而它呢只需要 20KB。 那这意味着我们可以用更快的速度去加载页面，没用的那些功能只需要去生成一些干净的语义代码就可以了。还有其他的这些可能你不太关心，包括它的设计呢与 Retailer 这个显示屏做一个兼容，并且呢对用户体验做了一些优化。那你非常在意的一点就是它对几乎所有的语言都要做一个支持。我们点到亚洲，然后呢它有中文的支持，包括台湾的这个繁体中文也是支持的，特别强大。这里呢有更多的演示，我们看一下。这是基础的，这里有 base64啊，他说我们可以插入一个图片，然后呢将图片转为一个 base64的代码。我试试，我找一个小一点的文件，这个 10KB 的插入。这个时候图片已经进去了，那它存储的方式呢会是以 base64 这种方式。左边呢还有非常多的插件。那这款软件呢我觉得就和我们前面说的那个 SimData 有点像，
他们呢非常良心，做了很多插件的支持。如果你喜欢这款颜值又高、功能又全的组件的话呢，可以尝试一下。不过呢，他们这个名字起的确实我不会读啊。我们来看最后一个我要给你推荐的，那这个组件呢其实并不是很流行，你看它呢也只有100多个 star， 这是我随便在逛 GitHub 的时候呢无意间发现的，因为呢功能其实和其他的都差不多嘛。他说是最好的可见即所得的编辑器，我们来点击看一下是不是真的是这样的。它的界面是这样的，有点像 TinyMCE 和 CK Editor 那种比较潮流时尚的感觉。那么下面它同时支持这个 React、Angular 以及其他的组件，既然没有支持 Vue.js 没关系，反正呢也是支持 CDN 的方式直接引入的，对吧？这都是一样的。这里面有 Playground， 你可以去尝试一些它的功能，看起来还是蛮屌的。这里呢还有很多的例子，看来我还是没有看错。在这个视频中呢，我就给你推荐这10个副文本编辑器，相信呢你一定能找到自己喜欢的一款或者多款组件。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呢，可以订阅我的频道。欢迎大家在视频的下方去留言告诉我你喜欢哪一款编辑器。如果你想看其他的 Web 开发组件呢，也可以留言告诉我。我们下个视频见，拜拜。